老婆，要不你就同意顾少吧，反正你都想跟我退婚。不行，必须由你主动提出退婚。夏泽，你仗势欺人！没办法，谁让我投了一个好胎呢？夏泽，你身为京都第一豪门的嫡子，却飞扬跋扈，不学无术，还屡屡惹下祸端。今天下放你的魔都，如果1年之内无法靠自己赚到2个亿，并且和唐家成功联姻，即刻将你彻底逐出夏家，取消家族继承权，永世不得回京。就算把我下放，在这魔都，我依然是京都之圣。干什么啊？你有特殊癖好？不是泽哥，你不是出车祸了吗？怎么跟没事人一样？哼，难道原主被家族堂哥开车撞死，我是穿越过来的这件事也要告诉你？哎呀，不管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走啊，泽哥，我们去耍耍。我叫了几个戏剧学院的妹子。耍，整天就知道耍。你个死胖子，我告诉你，你迟早死床上。是，泽哥教训的是。不过，你好歹也是道上大哥家的公子爷，怎么天天跟个跟屁虫似的，跟着我这个被下放的废少爷？泽哥是京都夏家嫡子，只是暂时有容浅淡，但问鼎山巅，重回夏家，那也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哼，这小子还算有点眼光。我上辈子也是一方富豪，一年赚2个亿，再顺手复仇那些个心狠手辣的亲戚，不是轻轻松松。不过想短时间内赚到2个亿，至少需要几千万本金，怎么办呢？有了，胖子，去凤凰山庄。凤凰山庄？哥，你是要去见你未婚妻唐小姐？明白。泽哥，到了。哎，泽哥，据听说唐小姐听闻过你那些事迹以后，一直很讨厌你，再加上你现在被下放，恐怕……废话真多，下去等我。OK， 拜拜。泽少，那个香香啊，我找芷言。泽少，我家小姐不在家。没事，我继续等她。你，哼！本少现在示弱，过几天我让你100倍偿还。哥，你也在？你没死啊？看来哥也知道我出车祸了。这不知道哪个挨签到的撞了我，撞到头了。你说我什么也不记得了。别让我逮着那个不会开车的狗东西，不然我一定让他血债血偿。你当真什么都不记得了？是啊。也是，按夏泽那睚眦必报的性格，他要还记得，早就找我拼命了。哎，香香你家小姐不肯见我，却肯见我哥。不是的，泽少，夏少想见小姐，小姐也没见来着。我来见唐小姐，也是为了劝唐小姐尽快与你完婚。哼，夏泽，你我的婚事是家族强行定下的，我都已经从唐家搬出来了，我什么态度，你还不清楚吗？小姐，对不起啊，2位夏少我都没有拦住。没事，你先退下吧。唐小姐，既然我弟伤都好了，就让他和你谈吧，打扰了。夏泽，你但凡有你哥1半懂礼数，我都不会这么讨厌你。哎，你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夏泽，你究竟想干什么？哎，老婆，
几日不见，甚是想念，所以我就过来找你了。谁是你老婆？不许这么叫我。好的，老婆。你，夏泽，你可真不要脸！我们家芷嫣都说了不喜欢你，你还死缠烂打。白梦如，你这话什么意思？芷嫣就算不喜欢我，但她也是我老婆。我来找自己的老婆，有什么问题吗？倒是你，一个外人，老对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指手画脚，你什么意思？我就管，芷嫣可是我的好姐妹，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有意见？意见我倒是没有，不过照你这么说，以后我和芷嫣大婚洞房的时候，你也要来插一手呗？行啊，我没意见。夏泽，你太过分了！这里是我的私人住宅，我不欢迎你，请你立马离开，要不然我报警。老婆，不要这么无情嘛。其实我今天来呢，不只是看看你，也有正事儿跟你说。正事？你这人还有正经的时候啊，有屁快放。我最近呢，确实在筹备一桩大生意，不过这手头有点紧，所以就来找你了。哟，堂堂京城夏氏嫡妾，居然混到向自己未婚妻借钱的地步。夏泽，我要是你呀，趁早买块豆腐撞死算了。我这不是刚到魔都，开销有点大，手头紧啊。谁不知道你泽少成天花天酒地，夜夜笙歌，钱够花才怪。现在没钱了，竟然管自己的未婚妻借钱，亏你说得出口。哎，以我夏泽的颜值，倒贴的富婆还得排队呢，哪需要花钱泡妞啊？哼，你颜值先不说，脸皮倒是比城墙还厚。行，多谢夸奖。不过白梦如，谁说我要借钱了？你说缺资金，那不就是要借钱的意思？我找我老婆合作不行？像这种大买卖的机会可不多，而且稳赚不赔，短期内还能赚几倍。我要是不带着我老婆赚钱，我还是男人。我看你是想拉芷嫣下水吧？你还差多少钱？芷嫣，没事儿，我自有分寸。500万，我给你，不需要你还，但你要永远从我眼前消失。老婆，我觉得你是误会了，我的意思呢是5000万。5000万，夏泽你怎么不去抢啊？我都说了是大生意了，那几百万有什么意思？我们芷嫣又不是傻，这5000万要是给你的话，那和肉包子打狗有什么区别？哎，这钱我一定还啊！我以夏家的名义起誓。可夏泽，你要是还能在夏家说得上话的话，也不至于被丢到魔都来。你现在自己什么处境，自己心里没点数啊？夏泽，我对你说的合作不感兴趣。不过，我可以借给你5000万。芷嫣，你疯了，他不可能还你钱的。当然，我有条件。你不是说那笔大买卖能够稳赚不赔，收益很快吗？那么1年之内还钱，否则你就主动提出解除和我的婚约。1年？不合适吧？怎么不敢？哼，谅他也没这个胆识。老婆，我的意思是呢，1个月，1个月之内，我不但退还你们本金，还给你们家10%的利息。如果我没有做到，我夏泽亲自来提出解除婚约，如何？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对，你就是个无赖，你说的话狗都不信。不信的话，咱们可以打欠条。哎，我夏泽好歹是夏家的人，也是要点脸的。当然，这个钱是你的，不借也随你。那就这样，我走了。等等，1个月，写吧。1个月连本带息还钱，否则退婚。
到账5000万。谢了，老婆，那我们下个月见。还下个月见，说不定出了这个门就再也联系不上。你的意思是我会跑路？不然呢？反正你不要脸惯。行，蓝梦如，既然你觉得我无法连本带利还钱的话，不如我们也赌一把。赌就赌，你要是输了的话，就挨老娘3个巴掌。好暴力啊！不过我喜欢。那我这个人呢，对女生一向很绅士，我不会打。但是呢，你得当着我的面儿说3声夏泽，我喜欢你。混蛋！你看，如果你连这点东西都做不到的话，那就闭好你的嘴，少口嗨。谁不敢了？好，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老婆，没记错的话，下个月的今天是你的生日吧？到时候为夫会送上一份超级大礼，敬请期待。免了，泽少的厚礼我可消受不起。总之还是那句话，1个月后还不上钱，就彻底的消失在我眼前。放心吧，那我先走了，再见。梦如，他给你打的什么赌啊？没什么，都是些无聊的东西。芷夜，不管赌什么，他都输定了。夏泽他干啥啥不行，败家最厉害，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挣到那么多钱。我也没指望他能还我钱，就当是花了5000万来解除婚约，换回自由身，值。你是说夏泽问唐芷嫣借了5000万投资，1个月内要连本带息归还？如果还不上，就主动退婚？没错。好，好，好，这废物死里逃生，又回来送死了，真是拎不清自己几斤几两。这下好了，又输钱，又输婚约，到时候啊，他不还是个弃子？这样，你去盯着夏泽，他的一举一动，时刻向我汇报。是。胖子，你认识证券公司的人吗？能说得上话的那种。证券公司，哎，我老爹和财安证券公司的总经理关系非常熟。财安证券是魔都老牌证券公司，够。来，胖子，让你老爹帮忙引荐一下。没问题，只是这个点儿都下班了。哎呀，今晚咱们先休息，从明天开始我要干一件大事。泽哥，到了。我老爹已经给他们经理打完电话了，你直接上去就行。有前世的记忆，我对股市了如指掌，让5000万在短时间内翻几倍，手拿把掐。胖子，干得不错，跟着我，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的。是。哎呀，泽哥呀，我不相信你能赚什么大钱，悠着点，别把唐小姐给你的钱造完了。请坐。泽少，昨夜曹少的父亲连夜电联，实在是不敢怠慢。对了，不知道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帮我开个账户，我要炒股。不知道泽少准备了多少资金，看中哪只股票？需不需要我给您推荐几只热门股？不需要。5000万，全部帮我买入这些股。5000万？这些企业虽然说都是大企业，但现在他们的股价都处于高位，盲目买入风险很大呀。泽少，我劝你还是谨慎。江总，您帮我开户就行。好吧，泽少，您稍等。泽少，你看一下，开好了。泽少，
你不仅买了这几家公司的股票，你加了10倍杠杆。对啊，我不加杠杆，找你们开户干嘛？泽少，10倍杠杆啊！我可提醒你，如果这家股票的下跌超过10%，这5000万将会强制清仓，血本无归啊！怕什么？亏了算我的，要是赚了，你们服务费也不少。夏二少爷不愧是出了名的败家子，还赚钱。哼，早知道就不接这烫手山芋了。那么蒋总，这几只股票呢，明日才会出现波动。那我们明天见。好吧，请慢走。看来我们财的名声得坏在这纨绔手里了。这位女士，不好意思，泽哥正在谈生意，现在不方便打扰。稍等一会儿啊。阿宇，二少爷，几日不见，没想到你又开始做生意了，还嫌赔的不够多。二少爷，萧雨，你就是夏家老爷子收养并亲自培养的天才少女？是啊，大名鼎鼎的绝世天才。他虽然不姓夏，但在夏家地位不比我差。曾哥可真自信呢，浑身上下哪一点比得上人家？敢说这话？阿宇啊，这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莫不是几个月不见想我了？是老爷子叫我过来的，他怕二少爷在魔都没有人照顾，派我来侍奉左右。老爷子还希望二少爷你能够取得贤妻，安定下来，争取早日回京。哦，我来魔都有一段时间了，灵却没有进展，老爷子坐不住了。也是，这件事要是不重要，夏朝局也不会冒险对我下死手。看来老爷子心如明镜了，派萧玉来也算是变相保护我。阿宇，你来了正好，这几天呢，你就跟着我，看看我是怎么赚钱的。记得要一五一十向老爷汇报啊。好的，二少爷。二少爷，你要是能少亏点儿，爷爷就该烧高香了。亲爱的，你看，夏泽用你的钱买了这些股票。他还真投资上了，果然是个不学无术、毫无投资水平的纨绔。怎么说？稍微懂点股票的人都知道，高位入场必亏。你看他选的这几家公司全在高点，他还以为股票涨势好就能赚钱啊？股票真的跌了！哼，夏泽这个白痴，这婚退定了。这才刚刚开始，我们拭目以待吧。爸，今天咱们召开宴会，我要让他当着全名流的面翻不了身。你疯了！老爷子给了夏泽1年的期限，你现在动手，你就不怕老爷子？哎呀，爸，你就放心吧。夏泽那个废物找唐芷嫣借了5000万，他要是还不上，他就得主动回归。那也太急了。哎呀，爸，这是他买的股票，你看看就明白了。家族内部的消息，这几家公司的内部早就乱作一团，最迟今天就得集体爆雷。夏泽这个蠢货，居然全买了这几家公司的股票。好儿子，你就准备一下，咱们马上出发。这次，就算老爷子再偏爱夏泽，他也没话说。来人，通知魔都所有，今天我夏家召开宴会。是。泽少，已经跌了5%了。已经跌了7%了。泽少，泽哥，你要是有什么后手，赶紧行动，要不然来不及了。哎呦，我哪有什么后手？哎呦，打野会不会玩？已经跌了8%了。泽少，我就不该对这种不学无术的豪门公子哥抱任何希望。泽哥，你赶紧想想办法吧。股票大跌又不是人能控制的，我有什么办法？
已经跌了9%，再跌1%的话，我们要被强制清仓了。好。泽哥，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呀？我怎么不着急呢？这打野害我差点把游戏都输了。二少爷，爷爷一直都希望你能够务实一点，结果你倒好，以和唐家的婚约为赌注，换来5000万，结果你就用来玩票。你这样对得起爷爷对你的期望吗？如果你再这样下去，就别怪我如实对爷爷汇报。阿宇，你从小被老爷子带在身边，亲自栽培长大，论能力仅次于老爷子，可谓是万中无一的全能天才。你不姓夏，但是就算夏家嫡亲见到你都得恭恭敬敬，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你的一句话就能左右老爷子的决策。二少爷言重，老爷子收养我，请全世界最好的老师来教我，我就是要对得起老爷子对我的期望。话没错，不过阿宇，我可不怕你。什么？我夏泽行事光明磊落，做人清清白白。我做这些，你直接向老爷子原原本本汇报就好了，没必要一直警告。你完了，已经跌了10%了，泽少，马上我们就会被强制清仓，血本无归了。天哪，股票下跌了10%，我们赢了！夏泽，你就等着挨老娘3个巴掌！这下夏泽可惨了，一是他现在不可能赚到2亿，二是他没能和唐家联姻，即将被夏家抛弃，活该！夏泽彻底输了，至于他会不会像传闻中一样被夏家彻底除名，就不关我的事儿。走，去夏家晚宴，退婚。5000万一天败光，这蠢货又多了条光荣战绩。夏少，宴会那边的人基本已经到了。夏泽借钱炒股，输钱又输婚约，当着全名流的面丢尽夏家的面，这次儿子也不下了。走。Nice， 逆天翻盘还得看本事，爽。时候不早了，我亲爱的堂哥还点名让我参加宴会呢，该过去了。胖子、阿宇、蒋总，你们就留在这儿等我通知。泽哥，我们都已经血本无归了，还在这待着干嘛？你们听安排就行了，到时候就知道了啊。哎，泽哥，从一开始就觉得你炒股不靠谱，我把我老爹的银行卡偷过来了，这里面是1000万，你先拿着用，剩下的我再想办法。胖子，平时看你挺蠢的，关键时刻挺仗义啊。哎呀，泽哥，你和唐志妍的婚事黄了，那才是真的完了。哎，你放心，你泽哥我还不了，不就是10%吗？多大点事儿。走了。泽哥。喂，阿宇啊。哦，我知道，你是担心超巨他们是鸿门宴是吧？没事儿，我就是想看看阿泽这小子怎么处理这个事。如果他有长进，处理得当，我会留着他的；如果他处理不好，唐家的婚事告吹，这样的孙子不要也罢。看看夏家大少那谈吐举止，哪像夏泽吊儿郎当的。夏少，唐小姐、白小姐，你们来了，请随意，有任何需要随时知会。夏少，客气了。好绅士呀，明明都姓夏，差别怎么这么大？
哼，嚯，好多人啊！今天的主角来了。哟，大伯，你也在？各位，我们夏家举办这次家宴有2个目的，一呢是想和魔都的各位上流人士交流交流，毕竟未来魔都是我们夏家的重点发展区，离不开和各位的合作。这第二嘛，就是要把夏家这个败类给清除出夏家，将他彻底除名。芷言，你看他都这样了，夏泽还在那笑呵呵的，一点不当回事，真是厚颜无耻，装腔作势罢了。他已经没救。大伯，好歹我们是一家人，有必要这么说话吗？夏泽，家族出了一颗你这么不知廉耻的老鼠屎，能把你留到现在，已经是给你情面了。大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家族里面还是老爷子说了算吧？你说除名就除名啊！你敢不敢当着魔都名流，当着你未婚妻的面，回答我几个问题？我有什么不敢的？好啊，我问你，你是不是借了5000万去炒股？是。谁都知道夏家二少做啥亏啥，竟然还敢借钱炒股。5000万对人家来说不过是洒洒水玩票呗。不过夏家的脸是彻底被他丢光了。我再问你，你炒股是不是还加了10倍杠杆？是啊。夏泽真是疯了，对股市一点概念都没有，还敢学人家杠杆。他有今天这个下场，都是他自找的。幸好今天就能退婚，不然你真嫁给这种人，以后日子可怎么过呀？胖子，可以过来吗？现在那些股票都下跌超过了10个点，按照股市规则，你现在应该已经被强制清仓，本金尽数蒸发，血本无归了吧？没错，根据正常情况来说，确实是这样。还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家族给你1年机会，让你挣钱和唐家联姻，现在你钱没挣到，唐家还要退婚。我爸也是家族长辈，你自己说，他到底有没有资格将你除名啊？哎呦，真是败家子呀！如果和唐家联姻失败，夏家会撕了这个败家子吧？那是他活该。差不多得了，谁告诉你们我就一定输了？从今天开始，我夏泽会堂堂正正的回到夏家。还有你，我亲爱的老婆，你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王八，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爸，宣布吧。我代表夏家通告全城，正式将夏泽从夏家……慢着，1年之内赚够2个亿是吧？我告诉你们，不用1年，甚至不用1个月，1天就够了。进来吧。德少，今日收盘以后，我们一共入账2亿5千万，除掉本金5000万，我们净赚2个亿。买的股票不是全亏了吗？怎么还赚了2个亿？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亲爱的哥哥，现金都已经摆在你面前了，你还不相信？哎，要不我给你弄几台印钞机过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在搞什么鬼？我反复确认过，你确实买了那些股票，所有的股票都下跌了10%，你怎么可能挣钱？夏泽不会是从那儿借了一笔钱来填这个窟窿吧？对，就是这样。
他在夏家的时候就欺上瞒下，胡作非为。哥，我以前做的那些事情，你可没少推波助澜啊！啊，各位，这是泽少所有的股票交易凭证。夏朝君，我确实买了那些集团的股票，但是你有没有想，我不是买涨，而是做空。做空？这些是做空高盛集团，赚了6000万。这些是做空花鱼文化，赚了5000万。还有这个是做空丰大房产，赚了3000万。剩下的这些赚了6000万，我做空7家公司，赚了2个亿。如果资金足够，我能撬动100亿的股市资产，就凭你夏泽，也配出我夏泽的名？做空？我帮泽少开户以后啊，后面的都是他自己在操作，我以为是买涨，结果他是做空啊，居然是做空！年纪轻轻有如此的眼光和判断能力，泽少，你简直是神人呐！怪不得泽哥这么淡定，原来这股票越积越赚钱。江子跟我说的时候我都懵了，还是泽哥牛逼。二少爷真有这个眼界吗？他原来是在做空。夏泽那个不学无术的家伙，竟然真赚了2个亿！不行不行，不能就让他这么赢了，必须得想办法。赌约成立，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大伯，家族的条件我已经完成其中一个了，你还要除名我吗？阿泽，这都是个玩笑，这玩笑不玩笑的，你还是和我爷爷说说。爸，不是爸，我们就犯点小错，你不至于。什么？有这样的事儿？是，我知道了，爸。我一定好好教训超绝。老爷子亲自发话，让我们马上离开国内，去非洲盯那几座矿山。什么？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家族的理念啊，顶多算是预判失误，为什么把咱们流放到非洲呢？你以为你犯的是小错吗？我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残骸手足，老爷子只是流放，已经是网开一面了。爷爷知道了。你以为你自作聪明、耍些手段可以瞒天过海吗？你就庆幸你没有把夏泽给撞死，否则流放，你现在流血了。各位，我堂哥和大伯本来想给大家上演一场好戏，可惜这戏演砸了，浪费大家时间了。走，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各位，今天的主角都走了，那么就散了吧。职业，我们也走吧。哎，老婆，为夫今天赚钱了，你不留下来恭喜我俩？你别太过分！我什么都没做，我怎么就过分了？夏泽，你想干什么？您说吧。老婆，你也都看到了，欠你的5000万，我随时可以连本带利的还上。还有你啊，别忘了咱俩的赌约。你
你有什么冲我来？别欺负梦如。哎，我又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采花大盗，别搞得跟好姐妹生离死别似的。那些钱就在那儿，不过我还不打算还，不是还有1个月的时间吗？老婆，你给我的这只母鸡还能下蛋。你的意思是赌约继续？对，1个月之后，如果我无法连本带利的把钱还上，我依然主动退婚。芷夜，他这次能赚钱，无非就是运气好而已。他现在肯定膨胀的要死，以为自己天下无敌，随便都能赚钱。我敢肯定，1个月后他绝对亏掉底裤。我看也是。哼，他现在不还钱，就是幻想钱生钱呢。像他这样的人，贪得无厌，绝对没有好下场。等1个月后，你依旧是自由身。好，就按照你的意思，赌约继续。哼，夏泽，这可是你说的，到时候可别后悔。你要是敢耍赖，我管你什么夏家少爷，本小姐的巴掌可不是吃素的。白梦如啊，我发现一件事儿，你说你整天和我老婆形影不离的，还疯狂阻挠我们的婚事，就挺有问题的。我想了想，无非就2个可能：第一，你喜欢我，所以故意借着我老婆接近我，还离间我。你放屁！第二嘛，就是你喜欢我老婆，你有蕾丝边倾向。不过没关系啊，我很大度，我不介意。可恶，你好了，梦如，不跟他废话了，咱们走。哼，老婆再见，下个月你生日见。梦如，你跟夏泽打的什么赌？我看你好像很在意的样子。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赌注，我就当他是放屁。蒋总，今天辛苦了，这些钱明天帮我存入我的账户吧，服务费你们自己扣。不辛苦，泽少，能与您合作是我的荣幸，以后还请泽少和我们才安多多合作啊。没问题，那我就先告辞了。告辞。哎，胖子，你拿你爹的那1000万赶紧还回去，你处境跟我差不了太多，别在你爹那儿留下坏印象。好嘞，泽哥。那个，明天再给你1000万零花钱。我靠，义父，我今天都没有给过我这么多钱。那个，本少有点乏了，胖子，送我跟阿玉回去。来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这会儿车坏了？哎，怎么？老婆，车坏了，要不要我送你回去？不用，梦如家的司机快到了。司机的车哪有老公们坐着舒服啊？夏泽，你烦不烦？我们家直言都已经明确拒绝你，别以为赚这个臭钱就多了不起。我这不是怕我老婆不方便吗？天成哥，留学回来了。直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天成哥，你终于回来了。梦如，泽哥啊，这个顾天成家和唐家是故交，在魔都的实力仅次于唐家，他和嫂子从小就认识。哦，青梅竹马是吧？其实也不算，这个顾天成一直追嫂子，嫂子没同意，也没听说他俩之间有什么绯闻。哼，原来是一只小舔狗。想必你就是泽少吧？我是顾天成，直言的朋友。顾少，辛苦辛苦，追了我未婚妻这么多年都没追到手，才让我有了可乘之机，感谢，太感谢了。让泽少看笑话了，但是我还不打算放弃。你和芷言还没有完婚对吧？我还有机会的。泽少虽然贵为夏家少爷，但在感情方面，该争取的还是要争取。泽少，你贵人有大量，可以给我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吗？毕竟最终的决定还是要看芷言自己，对吧？夏泽，我们家天成哥年纪轻轻就拿到剑桥的硕士学位，在读期间抽空创业，如今市值已经突破了50亿，方方面面都比你这个一事无成的富二代要优秀。
识相的话，你就趁早退出。梦如，梦如别这么说，泽少也是很优秀的。优秀才投了个好胎。泽少，你看我刚才的提议啊，当然可以，只要芷嫣愿意，你们现在就可以在一起，我没意见。不过，我就可以跟家族说，唐芷嫣心有所属，已经和他的青梅竹马在一起了，我没办法。这样一来，家族提出的必须要与唐家完成联姻才能回京，就作废了。哎，我到时候还得感谢你俩呢。老婆，要不你就同意顾少吧，反正你都想跟我退婚。不行，必须由你主动提出退婚。夏泽，你仗势欺人！没办法，谁让我投了一个好胎呢？芷嫣、梦如，我送你们回去吧，时间不早了。好呀，就不麻烦顾少了。梦如家的司机快到了。芷嫣啊，都听芷嫣的。顾少，那我们有机会再去，再见。啊，好，回去好好休息。走吧。喂，泽少，兄弟，还看呢？人都走远了。兄弟，你也看见，没办法，人家芷嫣不愿意跟你在一起。那就谢谢泽少了，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见。当然。哎，阿宇，你要干嘛？这个人让我很不舒服。阿宇，我知道你心里只有老爷子和夏家，你觉得这个人的存在影响了老爷子布局？拜托，你把你们家二少爷想的也太差了吧！再说了，唐芷嫣是什么人？她是整个魔都的女神，追过她的、想追她的、正在追她的，都可以从魔都排到欧洲了。怎么，难不成这些人你都要出手吧？二少爷，我又不是去杀人，只是想多了解一下这个潜在威胁而已，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行吧，那你去安排吧。大哥，咱们接下来干什么？当然是去赚钱了。那件大事会要发生，我要好好捞一遍。皇子，找个地方，我要开公司。OK。亲爱的，天成多好呀，彬彬有礼，优秀帅气，为人低调，还有教养。夏泽那么过分，他都没生过气，这不正是你的理想型吗？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跟你从小就认识，知根知底，这不比京城来那个纨绔强无数倍？就算你迫于夏家的压力，也不能对天成那么冷漠吧？就是因为太熟了，天成对我来说只是朋友，根本没有男女之间的那种感情。可他和他相处起来总是会很尴尬。其实这和夏泽没有什么关系。这样啊。不过天成是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了，如果夏泽敢对付他，我第一个不答应。对，没错，芷嫣，无论你做什么选择，都会义无反顾的支持你。梦如，谢谢你。一个被下放的夏家弃子，也敢在本少面前装腔作势，真当本少这条地头蛇压不住你啊？和唐芷嫣打赌是吧？我一定要让你输得一塌糊涂。少爷，唐小姐已经回家，暂没和夏家二少爷接触。唐芷嫣，本少整整追了你10年，这次回来一定要把你扒光了扔床上。就你闹什么？还能这么高冷？谁？少爷没事儿，野猫而已。烦人的畜生，把周围的野猫都抓了，活埋。是。唐芷嫣，夏子，你们不过就是我的掌中之物罢了。飞哥，请坐。
哎，飞哥，我找了个地儿，怎么样？还行，挺不错的。子哥，咱们这公司也有，接下来该做些什么？胖子，最近看新闻了吗？子哥，你又不是不知道啊，你超模那点事儿，我倒是挺关注的。算了，不指望你。新闻上说，南美最近爆发了猪瘟。猪瘟？子哥，这南美爆发猪瘟跟咱们有半毛钱关系啊？那如果我说南美那边的猪瘟用不了多久，就会在咱们这爆发，那又怎么？那该操心的不应该是畜牧防疫部门？所以说你就是个猪脑子，他永远不开窍。泽哥，你的意思是到时候猪肉价格会大涨？哎，孺子可教。那如果这个时候咱们囤积一大批生肉，那岂不是发大财了？对啊，既然已经爆发猪瘟了，谁还买猪肉？咱们应该找猪肉的替代品，最好的就是生鸡，量大、便宜又营养。可以啊，胖子，难得你动一次脑筋。嘿嘿嘿，都是泽哥调教的好，咱们赶紧行动吧！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囤生鸡了？咱们就囤生猪，有多少囤多少。啊？为什么呀？那等猪瘟爆发，谁还敢买猪肉？咱们不得血亏啊！这个世界有时候比电影还离谱，到时候你就知道。好，泽哥，我相信你。那咱们准备投多少？2亿5千万，全部用来购买生猪。全部做哈！泽哥，你太有魄力了。我会在3天之内给出一份详细的生猪购买计划。胖子，你的任务就是利用手中的人脉和关系，帮我联系到整个魔都，乃至整个东部地区的大型养殖场。目标是已经能出栏的肉猪，给我把价格压到最低，配合我的方案，能收多少收多少。胖子，能做到吗？能，泽哥，放心，保证完成任务。还有，做事时能多高调就多高调，最好是让全城人都知道那种程度。啊，泽哥，这又是为什么？我希望真有人拿我当傻。虽然我听不懂，但我一定照办。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宝贝，你打算投5千万收购生鸡啊？南美那边出现了猪瘟，多数人觉得都不会传到国内，但南美是最大的生肉产品出产国，迟早会传到国内的。趁着现在大家都还没有发觉，赶紧囤一批生猪代替品，到时候能赚不少呢。哇塞，亲爱的，你太有商业嗅觉了。我已经脱离了唐家，自然要早做准备，能多赚一点是一点。可惜夏泽寄去了5千万，不然还能多赚一些。夏泽那个混蛋，可把我们纸妍害惨了。曹念波那个胖子正打着夏泽的旗号，满魔都的收购生猪呢。什么？你看，夏泽不会以为南美出现的猪瘟进口少了，国内的猪肉就会涨价吧？一个人怎么可以蠢到这种地步？哎呀，我早就说了吧，夏泽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普信男，凭运气赚了点钱就想当然的胡搞。而且呀，他把之前炒股赚的2亿5千万全都用来买生猪了。我还真是高看他了。不过他确实把生猪的价格压得很低。那肯定啊，现在各大养殖场的老板们都如坐针毡，好不容易有个大冤种来囤积生猪，他们肯定会以底价出售的，说不定还可以给出成本价，想着赶紧入手。笑死我了！夏泽那个白痴不会真的以为低价收购到手就一定能赚吧？好了，不说他了，我们得赶紧囤生鸡了。
这夏泽真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再蠢10000倍。囤生猪，亏他想得出来。去，拿20亿大量收购生机，比别家收购价高都行。反正到时候朱温传回国内，我依旧能赚。少爷，现在咱们的账户只有10亿了。老爷不在家，直接挪用家族10个亿不就行了？少爷，现在家族正在内斗，这要是被老爷子发现了，恐怕你这继承权不保啊！到时候反正会赚，老爷知道了也只会夸我有胆识。我要把全魔都的生机都收入囊中，到时候夏泽那个蠢货反应过来时，已无机可收。我要让他的2亿5千万生猪全烂在仓库里，一分都别想拿回去。对了，听说唐芷嫣也在收购生机，这女人，哼，还算有点脑子。这样，你先去收，再以我的名义放点货给他。到时候，他不得好好感谢我？是，少爷。阿宇，大哥，你又让香小姐生气了？女人嘛，每个月都有这么几天。不过阿鱼倒是办事挺靠谱，生气归生气，还是送了份大礼给我。对了，胖子，收购生猪的事怎么样了？2亿5千万全买生猪，10几个仓库都堆满了。很好。泽哥，这真的能行吗？生猪的价格每天都在降，我们最低价收购的生猪甚至已经出现亏损的迹象了。更何况顾天成那小子也在大量囤积生机，我怕……胖子，成大事者一定要稳，区区一点小波动，怕什么？泽哥，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武器？告诉我呗，我这心里痒痒。痒的话，找你的小女朋友闹去，别在这给我发骚。事以密成，懂不懂啊？是。喂，爷爷，二少爷他用2亿5千万全部购入了生猪。什么？他在囤生猪？是的。现在南美的猪瘟啊特别厉害，但是啊，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其实咱们国内啊已经出现了这种案例，只是说被压了下来。他现在应该囤鸡鸭鱼这些东西，他囤生猪干什么呀？我也问了，但二少爷他不肯说，说原因一旦说出来，这事就成不了。我觉得他就是不相信我。爷爷，我觉得二少爷……咱们爷孙儿有什么你就直说吧。是，我觉得二少爷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他呀，就是太自以为是了。好了，不管他了，反正这个2亿5千万是他自己挣的，如果亏完了，他自己去补这个窟窿吧。好的，爷爷。泽哥，大事不好了！现在全国都已经知道南美猪瘟传进来了，咱们囤的生猪已经亏了1个多亿。一惊一乍的干什么？我操，泽哥，这次可不是股票，是实体行业，咱们囤的那些生猪可是实打实的。这次我实在想不出泽哥你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扭转乾坤了。泽哥，这好不容易才赚了2个亿，这一下全亏完了。欠唐人姐的钱还没还完，人家肯定是要问责的，你该怎么办？泽哥呀，你该怎么办啊？别哭丧啊，你哥我还没死。刚好，明天就是我老婆生日，1个月之期已到，那就送她一份毕生难忘的生日礼物。梦如，你看我穿这条裙子怎么样？芷嫣，自从他们逼你和夏家联姻之后，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开心。现在已经尘埃落定了，夏泽他亏了1个亿，
也没人敢收生猪，他一只都卖不出去，不可能还得起5000万。我现在已经是自由身了。小姐，泽少又来了，要不要我说小姐不在？见，必须见呀！看他还有什么话说。对，有什么好怕的？走。老婆，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我会准时为你庆生。夏泽，你现在说这种话还有意思吗？怎么不好意思？哎，给老婆庆生当然有意思了。芷嫣，他不会还以为我们不知道他已经大亏特亏了吧？还想浑水摸鱼？好，既然泽少到现在还在装傻充愣，那么不如在我们的赌约上再加一注，你敢吗？趁他病要他命，芷嫣真有你的！哎呀呀呀，他肯定是不敢加注了呀，毕竟他都……当然可以，老婆想加注，为夫奉陪到底。哼，死鸭子嘴硬！明天就是我们一约之期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输了，你不仅要主动退婚，还要通过夏家发正式的通报，告诉所有人，你泽少要彻底离开魔都，以后永远不会再踏入魔都。老婆，你就这么不想看到我？怎么，不敢？这有什么不敢的？不过，要是你们输了怎么办？哼，我们不可能输。我是说如果我输了，我就如果我输了，我就喊你一声老公。不对啊，你输了你就得跟我结婚，你就应该叫我老婆。老婆，这不公平。你啊，不过这么高冷的一个老婆，能甜甜的叫我一声老公，也值了。行，这个注我加了啊。哼，我可录音了，别想耍赖。你放心，本来我今天来呢，是想跟我老婆同步一下消息，不过你们既然觉得我输定了，那我明天见。哼，跑得还挺快，我敢打赌，他明天肯定不敢露面。哼。好久不见，祝你生日快乐！谢谢，干杯！那我先过去看看他们。芷嫣，生日快乐！啊，谢谢你。恭喜你啊，终于摆脱家族包办的婚姻了。也感谢顾少能够分一部分生机给我，让我能跟着大师喝上一口汤。别客气，只要你愿意，我的一切都是你的。还是天成哥有本事有胆识，这次估计能赚几10个亿呢。不像那个夏泽，现在呀，估计抱着那堆臭猪哭呢。谁都有看走眼的时候，夏泽这次只是失误。哎呀，天成哥，你太谦虚了。希望夏泽不要被此打击到，振作起来。天成哥，你可真大度。不过那个夏泽肯定不敢来了，毕竟他已经去……哎，你们都在啊！老婆，生日快乐！今天是我的生日宴，人很多，我不想让你难看，跟我来。夏泽，你还真敢过来？他当然得来，他不来，我怎么把这个废物踩在脚下？我有什么不敢的？芷嫣已经不是你的未婚妻了。哎，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谁不知道你泽少蠢笨如猪，竟然梭哈囤生猪，现在已经全砸手里了。按照你和芷嫣的赌约，
你应该主动提出退婚。谁告诉你们我砸手里了？哼，我看你就是想耍赖。泽少，愿赌服输才是大丈夫所为。既然你输了，那就主动退婚吧。你这次只是退婚，又不意味着我会跟芷言在一起。我们还是可以公平竞争的，对吧？听见没有？你要还是个男人，就赶紧履行你的赌约，挨老娘3个巴掌，让我趁早滚蛋！切，看你现在这样就烦。你看看天成哥还能帮芷言赚钱，再看看你，不帮着自己的未婚妻赚钱就算，还欠钱不还，下则一婚丢人。泽少，亏了就亏了，2亿5千万又不多，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合作，钱很快就回来了。你算什么东西？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不知好歹的东西，天成哥哪里得罪你了？还帮你说好话，还想帮你，你居然将仇报！是吗？别把他想得太好了。夏泽，请履行赌约。既然这样，我就没必要再热脸贴冷屁股了。芷言你心善，想给他留点面子，这样，你把赌约给我，我去对大家宣布此事，或许能逼他妥协。夏泽，你真的想清楚？这样你不仅会身败名裂，夏家的名声也会被你所拖累。到时候在魔都举步维艰，你就不怕夏家针对你？我无所谓啊，既然他这么想当这个不花使者，那就让他去吧。不识好歹，顾少，那就麻烦你了。放心，有我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蠢猪，今天我就要看着你死！各位，我有件事情要宣布一下，我手里有堂堂京城夏家2少爷夏泽和芷言的赌约。少爷不好了，来了。什么？大事不好了！现在市面上生鸡的价格暴跌了10倍。啊？什么？下面播报一条急讯：南美为世界第1鸡肉出口大洲，为避免影响鸡肉出口，南美大养殖组将鸡瘟广报为猪瘟。本台特报公众，近1月来广为流传的南美猪瘟，实际上是鸡瘟。鸡瘟？鸡瘟？鸡瘟？之前国内只是个例病株，并非猪瘟。从今日清晨开始，国内鸡瘟新增案例超10万例。猪瘟是假的？怎么可能？所以他囤积的是生猪，可他是怎么知道？搞半天原来是鸡瘟啊！那顾少岂不是亏麻了？我记得他囤了几10亿生鸡啊！啊，顾少可倒大霉了，这下谁还敢买鸡肉啊？是啊，不得不说，泽少还真是有远见啊！只有他在囤生猪。怎么可能？你怎么知道的？我可是穿越未来的信息，我能精确的分明。你怎么和我玩？商业机密，无可奉告。天成哥，没事的，应该还有办法。你懂什么？我那些钱都是……天成哥，你怎么……各位，我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大家，请观看一出绝世好戏。少爷，唐小姐已经回家，再没和夏家2少爷见说。唐芷言，本少整整追了你10年，这次回来一定要把你扒光了扔床上，希望你到时候还能这么高冷。谁？不许看！你们都不许看！顾少，都放完了，你还来什么呢？天成哥，哦不，顾天成，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芷言，事情不是这样的，芷言，你别过来，真恶心！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没想到顾天成背后如此肮脏。原来顾天成居然是个双面人，表面知书达理、文质彬彬，实际真是给顾家丢脸。少爷，都是你害的，我要杀了你！小心！就你还想杀我？就你还想让我身败名裂？就你还想当我老婆主人？
你们不都说我是纨绔吗？好啊，今天我就纨绔给你们看看。我夏泽乃是世家豪门夏家第16代血亲嫡子，打的就是你这个伪君子。顾少，你擅自挪用家族资产，老爷子让我带你回去。起来。不好意思啊，把你们家少爷打成这样。感谢泽少替顾家照顾少爷。老爷子之后登门致歉。走。喂，泽哥，你太他妈牛逼了！我们囤的生猪不仅反馈为盈，甚至还斗涨了好几倍。就这样，还有数不过来的客户加价求购生猪。泽哥，你是神，你是我的神！你先放6000万货出去，剩下的先囤。我说抛的时候，你再抛。遵命。凉凉。各位啊，大家该吃吃，该喝喝，不要被顾天成那个人渣扰了雅兴。夏泽，你不该那么暴力。确实。不过我想到他侮辱你那些话，我根本忍不了。对了，老婆，我还你的钱应该打你卡上了。6000万。本来呢只是10%的利息，但是老婆，你给我的那只金母鸡实在太能下金蛋了，为父很是高兴。这来的路上也没什么准备，那多出来的500万就当做给你的生日礼物了。本少说到做到，那5000万连本带利还给你了。你现在依旧是我的未婚妻，所以我来自己未来老婆生日趴上玩玩，有什么意见吗？还有家住的赌约。纸烟，哎，什么赌约啊？我怎么不记得？老婆，今天你是生日宴的主角，得出去招呼招呼客人吧。我先去喝2杯，回头见。他真的赢了，怎么会这样？我们先回去吧，宾客还在等着我们。这次打赌输了，可不是纸烟没能解除婚约那么简单，连自己都搭了进去。那个赌约太丢人了，本小姐绝不能履行。纸烟，我去趟卫生间。嗨。要死！你个变态！别说这么难听啊，这别墅1楼就一个厕所，你能上我不能上。再说了，这是洗手台，公共区域，我又没进去。那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人貌似赌输了吧？什么来信？来吧，我准备好了。怎么，不愿意叫，还是你想赖账？确实啊，我们没有下什么书面的赌约，你确实可以赖账。不过，像我这么一个你向来瞧不起的纨绔公子，都一言九鼎，反而是你白大小姐说话不算话，说起来真是讽刺。谁赖账了？那你倒是叫。
夏子，我喜欢你。哎，小老婆真乖，放心，老公会好好疼你的。狗嘴吐不出象牙，谁是你小老婆了？芷嫣是我老婆，你既然喜欢我，你就只能当我小老婆呀。莫非你想当大的？这可不厚道啊！芷嫣可是你好闺蜜，你还要跟她争大小？快点吧，小老婆，你最好抓紧，这里随时会有人来，被人发现了可不好了。夏子，我喜欢你。夏子，我喜欢你。夏子，我喜欢你。你个人渣，这下你满意了吧？你个人渣，这下你满意了吧？舒服，这口恶气出的可真够爽的。白梦如啊，白梦如，你有今天。夏子，你小肚鸡肠。我夏泽什么时候大度过？你怕不是忘了，你之前是怎么在芷嫣面前煽风点火，是怎么在外人面前拉踩我的？你心里没点数？不跟你争，但是你要是敢把这件事情说出去的话，你就死定了。我也绝对不会承认我说过什么的。还敢威胁我，白大小姐，你找错威胁人的目标了。刚才白梦如表白的这段视频，必要时可以拿出来用一下。老婆，想什么呢？你以为我碍于宾客的面不敢发作就可以为所欲为、变本加厉？你也太小看我唐芷嫣了。关于解除婚约，我还能给你一个机会。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说，我能主动解除婚约。你又在打什么文图？我可是一片赤诚，我可以主动提出解除婚约。真的？不过我有条件。你究竟又有什么新花样？你要多少钱？我夏泽还没有低级到要用敲诈这种手段，钱我一分不要，只要时间。时间？1年，1年以后，我就可以和你解除婚约。就这么简单？不过，在这1年的时间里，你得像正常夫妻一样跟我相处。不可能！哎呀，你先别急着回绝。这1年里，我们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但是，在别人面前，你得假装接受得了我，让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在一起了。你这么做，为了什么？很简单，我想重新夺回夏家的信任。说实话，我以前纠缠你呢，不是因为你有多漂亮，气质有多非凡，而是因为你是唐家2小姐，只要和你联姻，我在家族的地位能提升不少，所以不管你是美女还是丑女，我都会追的。被人打击的滋味不好受，唐芷嫣，你骄傲，你看不起我，你眼高于顶，追你的人能填满整个黄浦江，我偏要搓一搓你的锐气。我知道你打心眼里瞧不起我，确实强扭的瓜不甜，只是我们的婚约还不能立即解除，毕竟这不是我夏子，还有你唐芷嫣2个人的私事，这还关系到唐家和夏家的脸面。这婚姻要是像儿媳一样说结就结，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我们能有今天，过着富足的生活，若不是家族托举，你觉得你我能办得到？至少
不能让家里长辈难堪是吧？这么说，是我太意气用事，太幼稚了。我和家族闹翻只是一时，总不能真的断绝关系吧？这件事能和平解决的话，你看，表面上我们在一起，但是慢慢的发现彼此不合适，于是开始吵架，1年后分手，这样我们两家都不能说什么。毕竟我们尝试过，努力过，也不是像一开始那样强硬的拒绝婚约。1年之内，老爷子对我的态度肯定会转变，我有了争取重新恢复信任的机会，你又能和唐家修复关系，岂不是皆大欢喜？谁知道你1年之后会不会食言啊？不愿意解除婚约，就像什么？我夏泽什么时候食言过？再说你有的选吗？别说1年，就算3年5年，你也还是没有办法解除婚约，除非你和唐家和你爸妈断绝关系。如果你能做到这些，那你可以无视我的建议，否则你就只能相信我。唐芷嫣，别太自视清高，你觉得我现在配不上你，但是1年以后，谁配不上谁，还说不一定。怎么样？对于你我而言，这绝对是一场双赢的合作。好，我答应你。记住你说的话，从现在起就1年。很好。老婆，合作愉快。既然我们得假扮男女朋友，博取家族信任，那总得有点表现吧。如果我们表现得跟陌生人一样，那夏唐人家怎么会信呢？所以陪我跳支舞，借着这些人给家族传说，岂不是个很好的办法？走。Tell me the truth, this is the end. I feel like lose myself. Can't find my way to not lose you. Why is it so complicated? 才敢当我老子的助理 Makes me confused. No wonder why. 哎，不是说芷嫣很讨厌夏泽吗？咋看着不像？或许他改主意了吧？毕竟不能真的和唐家断绝关系吧？你也不看看人家未婚夫有多帅，虽然风流了点儿，但这种豪族少爷有几个专一的？要是我呀，冲着夏泽这家世、颜值和气质，打一开始就沦陷了。夏泽，你干什么呢？当着这么多人面，敢吃我姐豆腐？梦若，你说什么呢？我和自己的未婚夫跳个舞，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芷嫣，芷嫣，你不是最讨厌夏泽了吗？怎么这会儿又……这女人入戏还真快，不着痕迹，能拿奥斯卡最佳女主。你怎么了？是不是他威胁你了？没事，别怕，你跟我说，我一定替你做主。他没有威胁我，我是自愿的。我只是突然发觉夏泽并没有那么糟糕。我之前只是反感家族安排的包办联姻，有些排斥而已，但这很幼稚。梦若，别胡闹。梦若，对不起，既然决定了要演这出戏，就得演到底，不能穿帮。 내 맘이 그대에게 빠져버렸나 아유 되돌아가려 해 哎呦，老婆，轻点，你想谋杀亲夫啊？活该，谁让你不老实的？你们刚才明明还水火不容、势如死敌的，怎么现在还打情骂俏上了？你不是芷嫣。 你一定是中邪了！我认识的芷嫣是一个独立自信、不敢向命运屈服的人，宁愿背上背叛家族的名号，也绝不屈服。你让我感到陌生。
梦如，为了真正的自由，只能让你先误会了。1年后，我会向你解释清楚的。记住，这件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你的好姐妹。如果让家族的人知道我们联手骗她，后果会很严重。我不希望找一个坑爹的猪队友。猪队友，麻烦泽少还是先管好自己吧，别哪天不小心又在夜店里面喝多了，在哪个野女人面前不小心把秘密给抖出来。老婆，看来平时我在夜店和野女人混，你很在意嘛。所以你那么恨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由爱生恨啊？我由爱生恨？我看夏泽你别的本事倒是没有，倒是挺自恋的。没办法，人长得帅，自恋点是正的。记住，千万不要当猪队友。知道。泽少，您刚到魔洞那会儿，我们见过几次面，不知还记得我不？潘老板。泽少，我也是唐小姐的供销商，我姓杨。泽少，这是我的名片。哥哥关照，关照。行。外人都以为我能成功和唐家联姻，在夏家的地位就会大不一样。曾经是过街老鼠的我，现在也成了香饽饽。这些都是人脉。你怎么还没走？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走？什么？你想留下来？夏泽，你别做梦，我们只是假扮男女朋友，你别得寸进尺。别人都说你冰雪聪明，可在我这你怎么就这么笨呢？你，哎呀，现在都什么世道，你不会天真的以为有人觉得我们拉拉手跳个舞就在一起了？你好歹也留我在你家，隔三差五的留宿一下，又不同床共枕，怎么少块肉？他说的有道理，可我从来没有留宿过任何男人，别说很大，但这个讨厌鬼在，我就浑身不自在。行啊，你不想我在你家也行，那去我家，省得我跑来跑去。我才不要！看来你是同意了，那我就不客气了，不客气了。我没有睡衣，让你家的佣人帮买一套。哎，香香，泽少，你还没走啊？叫我什么泽少？香香，叫姑爷。姑爷啊，你家小姐呢，非得留我在这住一晚，行吧？我就勉为其难的住上一晚。啊，小姐留您过夜？是他非要死皮赖脸留下来的。这么说，小姐居然真的要和泽少过夜？你看，香香，我没骗你吧？所以香香，你该叫我什么？姑爷。这声姑爷听着真舒坦。跟我来。2楼是我的私人活动区域，没有得到允许，佣人是不会上来的。即使分房睡，也不会露馅。那你不怕？不怕，我可是空手道黑带。你要是敢乱来，当心断子绝孙。那老婆，你过来干嘛？莫非是改变了主意，不想长夜漫漫独守空房，来找为夫暖被窝？行，来吧。去死吧你！去死吧你！啊，这什么牌子？听都没听过。爱穿不穿？行啊，不穿更好，更舒服。不行，你这个变态，必须穿。什么变态？你不懂。专家说了，这种毫无负担的睡眠方式有利于身心健康。什么狗屁专家胡说八道！总之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行吧，女人就是麻烦。这小子不是沉迷酒色，夜夜笙歌吗？身材怎么还这么……老婆，你没看过男人换衣服？哎，要不要留下来，一起观摩一下？流氓！此下策，害我失眠一整晚。小姐，你呀还是得注意身体。你们说什么呢？你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去。啊，下次一定不能再这样。早啊，老婆。混蛋，你要死啊！神出鬼没的。老婆，你家的床可真软，睡得好舒服啊！真希望你天天睡在这儿。想都别想！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立刻给我滚出去！那个，我肚子饿了，没力气换衣服，要不你去附近逛逛，我立马就走。你无耻！姑爷昨晚太卖力了，体力消耗过大，你看都瘦成啥样了。张妈，你怎么……哎，张妈，我是过来人，不过小姐不厚道，过河拆桥。哎，张妈，别说了，吃完早餐以后，别再让我见到你。也不知道梦如怎么样了，她肯定还在生我的气。怎么样才能够在不透露秘密的情况下和她重归于好？我吃饱了，我去洗个手。直言，梦如，你怎么来了？直言，昨晚我气昏了头，回去冷静下来，越想越不对。你一定是有苦衷的，那小子抓住你什么把柄了，对不对？梦如，我……芷夜，你别怕，我是你的好姐妹，一定会帮你的。他要是敢用什么卑鄙的手段威胁你的话，我一定对他不客气。梦如，我没有什么苦衷，夏泽他也没有威胁我，我选择成为他的女朋友，是我深思熟虑以后做的决定。你一定是疯了！你不是告诉过我，绝对不会忍受这种被人操控的婚姻，也绝对不会忍受像夏泽那样的男人吗？你还告诉过我，幸福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怎么突然变卦，违背自己的初衷呢？你告诉我为什么？这很简单，我老婆觉得我夏泽也不是那么讨人厌的人，就重新审视了自己以前的行为，觉得太过幼稚，就接受我了。你过来干嘛？你怎么在这儿？他昨晚住你家？不是，梦如，你听我解释。喂，这都什么年代了？我们是确定关系的未婚夫妻，我住他家很奇怪吗？再说，你白梦如一个外人，凭什么上蹿下跳的阻止我们感情？俗话说得好，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你这到底什么意思？哦，莫非你是喜欢我，见不得我和芷嫣好，故意拆散我们吧？是不是，我亲爱的小老婆？混蛋！我才没你想的那么龌龊呢。那是因为芷嫣不喜欢你，而你一直在纠缠她，所以我才支持她的。芷嫣不喜欢我，又怎么可能允许我在她家住呢？又怎么可能因为我们昨晚第一次共枕一室而过于兴奋，导致彻夜未眠呢？你们夏泽，你别胡说八道！老婆，我说的是事实啊！啊，难道你昨晚睡着了？夏泽，少说两句。
你看，我老婆都承认了，你说的那些都是陈年往事。人是会成长，是会变得成熟的。现在她接受了我，你口口声声说你是芷嫣的好姐妹，那她做的决定你就应该尊重。哼，不可能！你一定是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威胁芷嫣就范。我比任何人都了解芷嫣，下次瞧吧，我一定会查出来的。梦如，她都已经魔怔了，你追她干什么？梦如那是关心我。还有，你出来干嘛？故意挑拨离间？我这不是看你没法解释，出来帮你吗？切！再说了，你觉得我不出来，那个白梦如就会觉得我俩没住一块吗？你怎么这么天真？是啊，本来就是打算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已经确定关系。梦如她迟早会知道的。算了，梦如误会就误会了吧，目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只希望她能尽快消气，依旧还跟我做好姐妹。白梦如啊，白梦如，你已经3番5次来到办公室，我夏泽的耐心是有限的，看来之前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很快我就会让你明白什么叫做引火烧身。梦如，妈，乖女儿，你终于想通了。妈，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好眼睛。行了，芷嫣，妈知道你要面子，妈又不傻，你跟夏泽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反正啊，想通了就行。你看人夏泽的那个条件，是京城夏家的嫡亲，相貌堂堂的，那多少女孩想攀还攀不上呢，委屈不了你。妈，你怎么不说那家伙不求上进，还是个花心大萝卜呢？不求上进，夏泽还叫不求上进呢？人家第一次做空股票就小赚了一笔，第二次利用独特的眼光囤积生猪大赚了一笔。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朱温那个消息居然是假的，实际上是基闻。这主人，你敢说他不求上进？你，那个，看来爸妈还是挺关心我的啊。呸！什么你爸妈？八字还没一撇。是啊，芷嫣，你爸说的没错，这夏泽呀是有能耐的，也就是你呀对人家有偏见，怎么瞧都不顺眼。再说了，人不风流枉少年，以夏泽的身份，他身边围着转的花蝴蝶那能有少？只要不过分，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夏泽有女人缘啊，这不正说明人家有魅力吗？妈，你就这么喜欢他呀？黑的都被你说成白的了。芷嫣呐，要不你还是回来吧，这都出去好几个月了，你爸呀，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很想你的。妈，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吧，我最近公司挺忙的，我住在这里，离公司近，上班比较方便。芷嫣呀，我看你就是想跟夏泽呀在外面过二人世界，妈理解的。不过现在两边住也是可以的嘛，有空呀就把夏泽带回家啊。我跟你爸呀也不是老封建。妈，你说什么呢？看来爸妈觉得我们两个打得火热吧？这都什么跟什么？我妈懂，妈都懂。你俩呀就好好相处啊，有时间呀就常常回来看看。妈，知道了。哎，怎么样？我这个办法灵吧？你和你爸妈的关系马上就变好。不过，你是怎么想到要囤生猪的？这还不简单？一般情况下，像这类肉食品出现传染病，一开始都会捂住消息，但南美那边却直接说出现了猪瘟，这不奇怪吗？所以我就赌啊，赌错了呢小亏，要是赌对了就大赚特赚。你说这样划算的生意为什么不做呢？你能有这眼光，我看是有高人指点吧。那你说，你觉得我身边的高人是谁？你身边跟你关系密切的人也就曹念波那个胖子，不过他跟你一路货色，蠢笨如猪，根本不可能想到这么好的点子。老婆，人不可貌相，这每个人都是有每个人的长处的，更何况我现在和胖子都和以前不一样了，用不了多久，所有人都会对我们刮目相看。所以老婆，你现在真正跟我在一起还来得及，等1年以后可就来不及了。来不及？
麻烦泽少，你就别自视清高了。行，记住我今天说的话，那我先走了，再见。不送。是时候去收拾白梦如了。夏泽，你个人渣，居然敢在芷嫣那里过夜，一定要把你从芷嫣身边赶走。没胃口，不吃。梦如，是我，开门，我们有事找你。妈，我想静静，谁也不想见。白梦如，立刻给我开门！那都来了，出什么事了？来了。白梦如，你都干了些什么好事儿？爸，我怎么了？你自己看看，丢人的东西！夏泽，我喜欢你，这……事到如今，你还不承认？你和那个夏泽究竟是什么关系？还能有什么关系？我跟他有深仇大恨。行啊，深仇大恨，都向人家表白了，还深仇大恨？这是昨天的事情吧？被人拍了下来，发到圈里的群里，马上就发酵了。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怎么说？说你白梦如啊，口口声声说支持唐芷嫣，说什么婚姻自由，转头偷偷去挖自己闺蜜的墙角，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有人还说我白家暗中授意，要顶替唐家，攀上夏家这个高枝。你呀，把我们白家的脸都丢光了。不是这样的。哎呀，梦如啊，你真是糊涂啊！你就算是喜欢夏泽，也不能这么做呀，会影响我们白家和唐家的关系，而且还落了画饼。哎呀，不是这样的，你们误会了。误会？话是从你口中说出来的，误会什么？爸妈，事情是这样的，我跟夏泽打了个赌。打赌？啊，妈，你们听我说，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在……简直是胡闹！多大的人了，还这么幼稚？就算是打赌，现在这件事会有人相信吗？所有人觉得白家看夏唐两家联姻不顺，让你白梦如去勾引夏泽。你不打这个赌，会有这种事情吗？你把我们给害惨了！想过会这样。我说过多少次，别人夏家和唐家联姻不顺，你一个外人不要掺和，你就是不听，非要帮那个唐芷嫣。现在好了，唐芷嫣和夏泽好了，你却把自己和我们白家搭了进去。哎呀，好了，还有你，都是你宠的，才这么无法无天，做事不分轻重。我是宠梦如有点过分了，那现在怎么办呢？白梦如，从今天开始，你就老实的待在家里，好好给我反省，哪都不许去，否则我打断你的双腿。走。爸，夏泽，肯定是你干的，绝对不会放过你。夏泽，站住！你是？行啊，白梦如，真有你！你把我害这么惨，我没去找你兴师问罪也就算了，你还有脸出现在我面前啊？你以前阻挠我和芷嫣也就算了，现在芷嫣好不容易放下成见，愿意跟我在一起，你却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挑拨我们的感情，白梦如，你还是人吗你？等等，你说什么呢？你的意思是那条视频不是你曝光的？啊，我曝光的？你用你那个聪明的小脑袋瓜好好想一想，我和芷嫣好不容易在一起，双方家长喜笑颜开，我能从中捞到无数好处。我现在曝光视频，我能得到什么好处？芷嫣知道了这些，只会生气，会误会我和她的闺蜜搞在一起，甚至会分手。我是傻子，我曝光这些视频，反倒是你，完全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因为你早就反对我和芷嫣在一起。没想到啊，
你竟然是这么一个卑鄙无耻的女人！不，不是我干的，因为这件事情我还被我爸妈臭骂一顿呢。真不是你？我可以发誓。行吧，那我就姑且相信你这一次，下次可不许这样了。绝对不是我干的。这种女人，卖了她都能替你数。夏子，虽然说我看你不顺眼，但我还没有到如此不择手段的地步。再说了，我也是被别人误会，看来当时派对还有其他人在这里，肯定是派对中还有其他人偷拍下来。是啊，你说的有道理。可恶，不知道谁那么缺德，气死我了！哼，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多管闲事。哎，那我先走了，我也是偷偷跑出来的。快走吧，我记得你老爹挺严厉的，当心被宝刀打断腿。梦如，芷嫣，那件事情你应该听说了吧？那就是一场误会。你还记不记得1个月前我跟夏泽打赌，赌注就是我输了就要对他说夏泽我喜欢你。梦如，你我还不相信吗？我相信你，怪不得之前我问你们打的是什么赌，你一直都不肯告诉我，没想到是这么无聊的赌注。真正幼稚的人是他，夏泽。芷嫣，谢谢你。好啦，坐下说吧。芷嫣，我可怎么办呢？因为这事儿，我被我爸臭骂了一顿，还被禁了足。现在外面的人都说是我想勾引夏泽上位，还有人说是我们白家指使的，我打赌肯定没人相信呀。我现在是掉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哎呀，好了好了，别着急，我们一起想想办法。这样，你告白夏泽这件事情，就说是我授意的。你授意的？就说我是为了考验夏泽，故意让你去勾引他，考验他的忠诚度。最后呢，他通过了考验，然后我们就顺理成章在一起了。哟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芷嫣，还是你聪明。梦如，到时候我会配合你一起发布声明，这样就不会有人再说三道四了。幸好有你，芷嫣，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转移掉梦如的注意力，他就不会一直纠结我和夏泽在一起的事儿。特此澄清，梦如向夏泽表白是我授意的，本意是最后试探考验夏泽。正如大家所见，夏泽已通过考验，所以我们在一起了，让大家产生误会，非常抱歉。这公关做得相当漂亮，白梦如没那脑子。不得不说，唐芷嫣还是有点东西。白梦如，一朵温室里长大的花，不给你点风风雨雨是不知道收敛。这次给的教训应该够了，以后最好都不要来招惹我。认真赚钱，做大做强才是王道。泽哥，我听你指挥，在生猪最高点的时候全出了，这次咱们净赚了7亿3633万。7亿3633万。夏姐，我请阿玉来公司帮忙，这次他立了大功，公司又缺人，所以让他当一个财务总裁。这太好了，有萧小姐的加入简直是如虎添翼啊！哎，胖子，你这次表现也不错，我考虑好了，我打算正式让你入职公司，做商务部经理，年薪300万，外加5%干股。泽哥，我爱你！滚一边去啊！阿宇，你也是，年薪300万，外加5%的干股。谢谢二少爷，那我先去熟悉一下公司的财务报告。去吧。泽哥，什么？这小子一笔生意就挣了7个多亿？阿宇，你确定吗？千真万确，二少爷公司的每一笔钱都过我手。好，不错，这小子真让我刮目相看啊！这还是在我夏家没有提供任何帮助的情况下，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呐！哎，阿宇啊，他给了你公司5%的干股，他是想把你长期的留在魔都啊。是二少爷坚持。你放心，我没有怪罪你的意思啊。这小子太狡猾，他知道你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他怕我把你招回来，所以提前的布好了这步棋。这小子也成才了，现在也和唐家的小姐在一块儿了，真不错啊！不过太快了也不好，不能现在就让他回京。阿宇啊，你继续盯紧他，谨防生变。明白，爷爷。二少爷，这是我整理好的公司财务报表，你看。啊，阿宇，你做事儿我放心。二少爷，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虽然上一单赚了很多钱，但公司目前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稳定业务。阿宇，以你的性格，不会关心公司未来的发展，这老爷子让你这么问的吗？上一单确实赚了钱，但本质上是投机生意，这种机会不会每天都有。要想长期稳定的发展，还是得靠能细水长流的稳定生意。我懂，我只有把公司做大，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认可。所以，我早有计划，打算并购一家同行企业。并购？我们公司刚起步，人手短缺，渠道、产业链都没打。现在这个情况，并购一家同行企业才是最好的选择。具体是哪家，等我决定了再告诉你。好，那我先去忙了。等等。阿宇，我和唐芷嫣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吧？早就知道了，恭喜二少爷，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什么好恭喜的？将命不可违而已。其实，比起唐芷嫣，我更喜欢的是阿云你啊。毕竟我们两个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你说，对吧？二少爷，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可配不上身为嫡亲的二少。哎，你太见外了，咱俩是跟谁啊？唐芷嫣她眼高于顶，她瞧不起我，还是阿云你好。在我最落魄的时候，你都不离不弃，生死相随，相濡以沫。所以，就算唐芷嫣得到我的身体，但我的心就是阿云你的。二少爷，反正我不管啊，你是我的人，不许离开我，不许回老爷子那儿。说半天不就是不想放我走吗？二少爷，我先去做事了。先生，都查清楚了。先向唐家借了5000万，作为启动资金，在股市里赚了2个多亿，干掉夏林、夏朝居2个废物，然后又2个多亿提前囤积深州，又赚了7个亿，还解决掉了情敌，短短1个月，资产整整翻了10几倍。夏泽啊夏泽，你为什么不纨绔到底，做一个不学无术的豪门少爷，偏偏要展露锋芒？我做梦都没想到，能威胁到我的，竟然是整个夏家所有人都瞧不上的夏泽。去吧，按原计划执行，不能再这样放任他了。是。泽哥，泽哥，大事不好了！泽哥，大事不好了！急什么？天塌下来不是有我撑着吗？对不起，泽哥，你之前不是让我考察一些拥有成熟体系、完整产业链的食品相关企业吗？然后呢？本来这几家企业都已经有合作意向，结果纷纷打了电话跟我说不合作了，转头就把我给拉黑了。最夸张的是，之前陷入经营困难的几家公司突然得到大笔资金，解决困境的同时，企业评估高了好几倍，这对我们未来发展和规划非常不利啊！还有吗？有，之前咱们做生猪生意，产量比较大，产生了长尾效应，养殖场继续给我们供货，虽然都是一些不值一提的蝇头小利，但也在同一时间，养殖场把单价提高了10倍，这明显不符合市场规律啊！傻子都能看出来，这明显是有人故意整我们。这样啊，有点意思。泽哥，我查了，有资金转向这些企业和养殖场，但资金来源错综复杂，线索在国外的一家小银行就断了，根本看不出来是谁搞的鬼。泽哥，我们这是被人做局了。竞争对手？
不会，资本都是逐利的，没有人会干这种自损1000伤敌800的事。到底是谁那么不要脸，宁可大出血也不想让我们活？胖子，阿鱼，答案其实很简单，夏家有人坐不住。夏家？不是泽哥，夏家那父子不是已经被流放非洲了吗？怎么还有人敢对你动手？胖子，夏家是真正的豪门贵族，其势力盘根错节，遍布全球。你可知家庭内部有多少派别，有多少利益冲突？夏林父子都只能算是小角色，只是在老爷子英明神武的掌管下，那些暗流才没有被摆在明面上。不过这些暗流有时候也是能淹死人的。以前我只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废少爷，自然没人针对。现在我暂时取得成功，又与唐家联姻，老爷子很高兴，自然就有人不高兴。感受到了威胁，就必须出手。可是你现在是被下放状态，才赚了区区几个亿而已。对于那些大家族而言，他们会在乎这几个亿？跟钱没有关系，跟我这个人有关系。其实，老爷子心中的继承人是我。什么？那你怎么还会被下放？胖子，你说你那个猪脑子，与其说是下放，不如说是给我机会。与唐家联姻，派我深入魔都的布局，派老爷子身边最信任、能力最强的萧瑜来到我身边，这一切都不言而喻吧？确实是这样。以前我还觉得是爷爷老糊涂了，才流露出培养二少爷的意思。现在看来是我眼光差了。二少爷他真是一鸣惊人。泽哥，你们豪门太可怕了。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咱们好不容易在一个行业站稳了脚，总不能就这么放弃了吧？要不要我跟老爷子？不用，老爷子不傻，不用主动向他求助。我要靠我自己解决这件事情。阿鱼，这可是获得老爷子真正信任的好机会。可是我们现在的底蕴太差，不太可能与家族的某个掌权者正面对抗。谁说要正面对抗？这儿不是有现成的企业等着我们去并购？老黄埔，这不是那家新千年以后都快销声匿迹，最近又陷入食品安全丑闻的老牌企业吗？泽哥，你不会要收购这家企业吧？这风险也太大了吧！二少爷，这次的幕后之人投资了所有过得去的食品企业，单单放任老黄埔没有任何过问，甚至让老黄埔的问题反复发酵。幕后肯定有看不见的幕后黑手推波助澜，目的就是让你没得选。这是一个明晃晃的预告。二少爷，三思啊！阿宇，你真好，现在都知道为我考虑了。我只是尽职尽责而已。我懂，有人不仅想让我寸步难行，还想让我把赚的钱都吐出去。既然他们都帮我们铺好了路，那我们就走上去。至于走向何方，就不是他们能控制得了的了。泽哥，我是相信你有魄力，但这老黄埔的口碑已经崩盘，我们接手那岂不得亏掉底裤啊？山人自有妙计，你相信我就行了。老黄埔的那些股东早就等得焦头烂额了。胖子，收拾好东西，一会儿去他们公司一趟，不要让他们等得太久。好。二少爷，你这次还能力挽狂澜吗？本来就历年亏损，现在还出了这种事儿，我看啊，还是早点把这头烫手山芋啊抛售算了。你以为我们不行啊？消息已经放出去1个多月了，根本没人接盘啊！这大企业不敢接，担心殃及鱼池，影响他们本身的品牌形象。这小企业和个人就更不敢接了，没人是傻子，接手这种稳赔不赚的买卖啊！看来啊，这摊子只能砸在我们手里。三位老总，外面有人说想并购老黄埔。谁？泽少，快，请坐。泽少，快，请坐。没想到
接手老黄铺的人竟然是泽少。你们都认识我？泽少说笑了，您在我们魔都那可是风云人物啊！来自京城夏家，又与唐家联姻，操盘生猪收购，您在我们圈子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很好，我们今天是带着决心来的，老黄必定拿下。泽少，那就请开价吧。4个亿。泽少，我们老黄铺的市估价值可是有10多亿啊！没错，那是以前。各位老总，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老黄铺的现状。就算如此，也不可能这么低啊！没错，我们老黄埔可是老字号，怎么着10亿不成问题吧？泽少，你要真打算收购我们，那你就拿出点诚意，不然我们真没办法谈。各位，市值只是一个评估的数字，企业真正的价值还得根据实际情况而定。老黄埔已经亏损这么多年了，估值从50亿变为10亿。没错，各位，那啥，我网瘾比较大，天天上网。这老黄埔呢，确实是老牌子，但现在在网上那可是人人喊打哦。事发这么久，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和贵公司谈收购，甚至同行业的老板们在采访中都对你们划清界限，避而远之。各位老总，你们觉得老黄埔还有多少商业价值？就算我们不收购，再过1-2个月，老黄埔彻底崩盘，到时候破产清算，也别说4个亿，甚至有可能亏损更多。好吧，言已至此，4个亿，1分不多，你们不愿意就算了。等等，行吧，4个亿，成交。阿宇，合同已经准备好了，3位老总签好字之后，老黄埔易主，4个亿即刻到账。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哎，你们2个今天表现不错，尤其是你，胖子，进步很大。怎么了？哎，4个亿收购了一个老字号，喜事儿啊！你们干嘛愁眉苦脸？刚才我们那样说只是为了压低价格，但这也是铁一般的事实啊！咱们就这样把老黄埔给买过来，那跟砸手里有啥区别？没错，二少爷，之前我确实对你刮目相看，但是我还是觉得收购老黄埔这件事有点草率。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很难靠老黄埔盈利。我们好不容易才赚点钱，就这样赔出去了。二少爷，你不会又是在赌气吧？觉得有人暗中在整你，让你觉得很不爽，你又想跟人家杠一杠？阿宇，你看我像生气的样子吗？那我不明白。今天先去公司开会，下午去一趟老黄埔的生产工厂，要不了多久，你们就会明白我的策略。你们不知道老黄埔在暗中做了多少慈善，最近就会被爆出来，赢得大量网友的好感。可惜前世的老黄埔积重难返，最终还是没能挺住，而我只需要稍微加一把火，不仅能让老黄埔起死回生，还能大赚特赚。先生，夏泽如您所料，果然收购了老黄埔。我果然还是太高看他了，这么明显的陷阱也敢往里跳。夏泽还是那个夏泽，无非就是运气好点罢了，成不了什么大器。控制下去，加大力度，让他把之前投机倒把赚的那点小钱全部给我吐出来。是。泽哥，事已至此，我也不说丧气话了，有什么你就直接吩咐，我一定肝脑涂地。我相信泽哥一定能带我们起飞。别弄得要上刑场一样，其实没那么难。二少爷，请说说你的想法。
现在又来了一波针对老黄埔的网络攻势，闹得是挺厉害的。其实老黄埔的食品安全没有想象中这么严重，跟一些全线崩塌的品牌相比完全不同。只是单一店出了问题，被人拍了下来，导致形象大跌。胖子，你家在魔都是真正的地头蛇，你想办法去调查一下，注意分寸，要实事求是。明白。你爹不是认识很多魔都的媒体人和水军吗？等到事情查清楚，让这些媒体人和水军集体出动，注意分寸啊，不要造谣和夸大其词，这样他们就拿不住我们的把柄。泽哥，我家就是干这个，交给我，你放心。而且托泽哥的福，跟着泽哥赚了很多钱，我老爹对我的态度大有改观，绝对鼎力相助。那我们分头行动。阿宇，陪我去大工厂。夏少你好，我是老黄埔食品加工厂的厂长邓鑫，欢迎你来指导工作。邓厂长，我这次来呢，主要是有2件事情要交代。第一，恢复生产，提高产量，大力招人。夏少的意思是广招人，扩大生产量啊？是的，邓厂长没听错，这新老板果然是个脑子短路的富二代啊。邓厂长或许觉得这很蠢，但我如果要是说我能在短时间之内让老黄埔所积压的所有产品都卖出去，甚至供不应求呢？夏少，说句得罪人的话，我觉得你有些盲目乐观了。不瞒你说，在你收购前，老黄埔已经到了倒闭的边缘，而且口碑极差，这是不可能的。我自有办法，邓厂长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先把工厂的产量提高到极致，这段时间呢，就让工人多上班，把之前欠的工资都补发一下，加班费给到3倍。夏少，只要你给工人钱就没问题，我马上安排。第二，就是要提高月饼的产量，尤其是高端月饼，囤货越多越好。这个中秋，我要让所有人都只认老黄埔的月饼。好的，夏少。哎，这段时间北方不是一直都发洪水吗？许多地方都受灾严重。之前咱们老黄埔像这种天灾都会捐钱是吧？这次就捐5000万吧。5000万啊！当然这个钱是我个人出，但是以厂子的名义捐出去。夏少，你邓厂长，你就按我说的做，我还有事儿，先走了。夏少，请慢走。5000万。以下是本次各大企业的捐款名单：上林集团捐款1000万，高阳集团捐款2000万，腾旺集团捐款2000万，老黄埔捐款5000万。腾旺2000万，老黄埔捐款5000万。泽哥，事情调查清楚了，老黄埔出事门店店长私自把过期产品更换包装进行销售。二少爷，老黄埔的账目我过了一遍，按照规定，过期食品应该走销毁流程。那个店长报了销毁，实际上售卖的过期食品都进了他自己的口袋。这件事本质上和老黄埔没有太大关系，顶多有一个失察的责任。嘿嘿，那个我动用点小手段，快把那个店长给吓尿了。他现在自己去自首了，很快就可以出通报。你俩真是我的左膀右臂，干得漂亮！哎，胖子，让曹叔行动吧，那些媒体水军都上啊！好嘞。二少爷一番操作，这段时间局势已经明朗了，太不可思议了。阿宇，看着我干嘛？莫不是我太帅了，爱上我了？二少爷，做人不能太自恋。老黄埔捐款5000万。我记得老黄埔不是都快倒闭了吗？怎么突然捐了5000万？哎，你快看，哎，原来老黄埔一直都在捐款，而且还是在连年亏损的情况下。这还是网友自己挖出来的，老黄埔从来没有宣传过。这才是民族企业。老黄埔不是才爆出换包装销售过期食品吗？我看啊，就是想用这种方式进行公关。魔都警方发通告了，说这是店长个人行为，和老黄埔无关。我靠，是我们误会了老黄埔啊！不行，不能让这么良心的企业寒心啊！中秋节快到了，今年月饼只买老黄埔家的。哎，泽哥，老黄埔卖爆了！一夜之间，全国各个门店曝光，所有的货架全部被扫空了。
尤其是月饼，完全供不应求。而且你猜怎么着？消费者嫌弃咱们产品太便宜，越贵的反而越好卖。意料之中。泽哥，你真是太牛逼了！我再不质疑你，以后只要你吩咐，哪怕让我去吃屎，那都一定有泽哥的道理。哎，别整这么恶心的啊！二少爷，你是怎么想到这些的？很简单，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整个网络世界。时代不一样了，家族里那些上一辈的老家伙们玩不过我。老黄埔的市场估值正在急速回升，已经突破了生育危机前的峰值，达到了16亿，而且上升的势头势不可挡。我去，那如果现在转卖的话，咱们能赚10几个亿啊！胖子，注意格局，我们收购老黄埔是为了让我们公司做大做强，而不是继续投机。是泽哥，我可记下。不出意外的话，家族那边很快就会真正认可我。一群吃干饭的东西，连一个废物都对付不了。先生，我们也不知道会这样。捐款名单出来之后，我们投入了上百万的水军，但是全部淹没在人潮中，一点水花都没起。先生，要不我们滚吧，你们没那个能力。先生，滚！这次是我亲弟了，看来我要走出台面，亲自出手了。老黄埔的市场估值已经突破25亿了，热度依旧火热，各类订单不减反增。老黄埔的口碑挺低，主要是产品质量确实不错。现在把产能提高上去，就能稳定热销。把员工工资增长1倍，继续招人。好的，泽哥，我马上联系邓厂长。哎呀，忙完这些就能去找我老婆了。几日不见，甚是想念。前面还说只是因为家族缘故才跟唐芷嫣在一起。阿宇，你说什么？没什么，我先去忙了。芷嫣，你是不知道我这半个月怎么过的，可憋死我了。你呀，就是活该，谁让你跟夏泽乱打赌的？我哪想到他能会……夏泽他真能还上钱呀？你说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可能是从夏家得到的消息。对，一定是这样。怪不得跟我打赌的时候信心满满的，原来早就从夏家得到了消息。那这笔生意赚不赔呀，要不然他那个不学无术的公子爷哪有那么厉害？不过了，芷嫣，你真决定接受他了？试试吧，毕竟我也不可能真的跟家族闹翻，永远不回家。再说了，夏泽这段时间也算有点上进心。姑爷，你来了。香香，好久不见啊，越来越水灵了。姑爷，我帮你拿东西。老黄埔的月饼，还是最好的龙凤呈祥，这个超级难抢，有钱都买不到。姑爷，你从哪儿弄的？还这么多盒？那这月饼都火到京城去，许多上层村子的人各种托关系都一盒难求。香香，你姑爷我是什么人？我可是神通广大的，区区几盒月饼还不是简简单单？姑爷，你也太厉害了吧！对了，中秋节了，就该送点月饼。香香，这2盒你拿去，还有张妈他们啊，都有。我们也有吗？当然了，不够我车上还有，你快去拿。谢谢姑爷，我们这就去。你看他，芷嫣，你们家又人都倒戈了。白梦茹，好久不见啊，进来可好？托您泽少的福，很好。老婆，想我没？你们啊，成打电灯泡！哇，姑爷带了好多龙凤呈祥。老婆，马上就是中秋节了，这些月饼
不成敬意。你带回去给咱爸妈带点。喂，夏泽，你怎么能弄到这么多老黄埔的龙凤呈香？我们家托人也就只弄到1盒而已。很简单，因为我就是老黄埔的老板。吹牛吧你就，还老黄埔的老板？你知不知道老黄埔现在有多火呀？市场估值得有50亿了吧？就算低谷的时候10亿也得有了，你还头等老板？我也不相信。先不说你有没有那么多钱吧，就算是你当时背靠了夏家，他们应该也不会考虑收购老黄埔。毕竟当时他们家因为食品专利权的风波影响很大，根本没有人愿意接手。而且应该也没有人相信老黄埔会一夜之间咸鱼翻身吧。不过话说回来，当年老黄埔的几个股东确实想抛售来着，不过没有一个大企业愿意接手，估计现在肠子都悔青了吧。那份捐款名单的突然出现，被大量网红转发，媒体报道。随后老黄埔历年来的捐款记录被挖出，出事门店店长出来自首，这一切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我觉得一定有高人操作。我爸也这么说，但是又有说法是那几个股东都是些守旧的老古董，根本不懂什么网络手段。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老黄埔换老板了，之前那些股东插不上话了。新老板？就算是这样，也不可能是夏泽，他哪有那通天的手段？哎，白慕如，不如我们再赌一。我才跟你打赌呢，无聊。没意思。你们俩消停点吧，一见面就吵。哼！芷嫣呀，后天就是中秋节了，要不你回家吧，我们一家人好好团聚一下。行吧妈，那中秋节我回去。太好了，芷嫣，那个夏泽也在魔都吧？后天你带人家回家吃个饭呗。这不太好吧妈？有什么不好？反正迟早都是一家人。而且夏泽只身异地他乡，没个亲人过节也挺孤独的。你这孩子咋这么不懂事儿呢？哎呀，行吧妈，那我问问他。女儿，你一定要记得呀。我记得才怪。芷嫣，是伯母让你回去过节吧？你确实应该回去一趟了，毕竟……那个白慕如啊，时候不早了。时候早不早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当然跟我有关系啊！我忙了大半个月了，本来说来找找我老婆，一起过过二人世界，结果你这么一个又大又亮的灯泡在这儿，就发光就外延，你能拿我怎么着？这是芷嫣家，又不是你家。我老婆家不是我家，不就不走？行，你不走行，我没意见，你就留在这儿。不行，要是梦如留下过夜，也要住2楼客房。下次绝对会以不穿帮为借口跑到我房间睡的。夏泽，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白梦如啊，我让你走不走，让你留下，你又质疑我，你究竟想干嘛？天天颠三倒四，有理说不清。我告诉你，谁娶了你，真倒8辈子血没了。哎，梦如，要不你还是回去吧，今天也有点累了。主要是你今天刚解禁，就留在我这边夜不归宿，白叔叔知道了恐怕会生气哦。也是，那我还是先回去吧。不过芷嫣，虽然说你们两个已经，不过你还是要好好保护好自己，别让夏泽把你欺负得太惨。梦如，说什么呢？那我就先走了，宝贝，哪天我再来找你。哎，老婆，他终于走了，咱们去客房。还没出戏呢，随便去。那我先去换衣服啊，楼上等你。你
小姐，姑爷和您的感情真好。这叫感情好啊！香香，你眼神没毛病吧？偶尔耍耍花样，才有情调嘛。小妮子，你很懂嘛？怎么有小情郎啦？没有，我都是听赵妈说的。不过我觉得姑爷人挺好的呀，他没有传闻中的臭脾气，对待我们这些佣人也和和气气的，大家都夸他呢。2盒月饼就把你们收买了？那要是姑爷不好的话，小姐你咋会突然接受他呢？好像确实没想象中讨厌，也就无赖了都。难道他真的改变了？不，绝对不可能。我累了，先上去了。你怎么在这儿？啊，我闲着无聊就随便逛了逛，没想到你还挺会玩的嘛！啊，还玩 cosplay？ 你怎么知道我画这个？你都发了什么？我就是奇怪啊，像你这么一个清冷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也有这么有少女心的一面。还给我！哎，老婆，你这么凶干嘛？找死！救命！谋杀亲夫了！笨蛋，你放开我！老婆，我的，你好狠心，我好像肋骨都断了。没事吧？别动，好疼！这小子这么不抗揍吗？我确实是空手道黑带来着。老婆，我好像无法呼吸了。没事吧？应该是肋骨刺破肺部了。你怎么了？你别吓我！还有气，人工呼吸，对，人工呼吸。你装死占我便宜，你混蛋，你无耻！你踢我一脚，我亲你一口，不是很公平？而且我哪占你便宜了？我都没伸手动。哎，老婆，但你刚才挺紧张我的嘛。算了，我就不追究你谋杀亲夫的行径了。你给我滚出去！你们女人翻人比翻书还快。你变态，滚啊！谢谢老婆给我的礼物了啊！今晚我会抱着她睡觉。拜拜。夏泽，你个混蛋！要是再敢碰我，我就杀了你！小姐，你怎么了？每次姑爷来啊，好像都睡不好。夏泽呢？啊，姑爷一早就走了。他说公司有点事要处理一下。姑爷啊，真有事业心，长得帅还努力。行了，走了正好，说明他心虚。好香啊！正好饿了。这是，甜而不腻，香软可口，好吃。饱了。你们什么时候做饭这么好吃了？小姐，这些都不是我们做的，是姑爷做的，夏泽做的。小姐，你
没事。可恶，早知道是夏泽做的，我就不吃了。现在总不能吐出来吧？小姐，姑爷要是知道你都吃光了，肯定会很开心的。姑爷啊，凌晨5点就起来和面了，做的可用心了。他起得这么早？对啊，姑爷说小姐爱吃香软的糕点，必须要亲手和面，而且次数一定要够，所以就起得很早。那他……姑爷走得急，做好这些早餐就走了，他一口没吃呢。阿宇，这么晚叫我过来，有什么事啊？二少爷，让我猜猜，应该不是我收购老黄埔的事被家族知道了，这是好事儿。知道有什么为难？那就只有一件事了，你告诉了老爷子，家族里面有人针对我。二少爷，没事儿。我不怪你，这是你的侄子，只要我没有主动寻求帮助，就不算借助了家族的力量。老爷子会明白的。爷爷知道后很生气，开展了家族内查。无非就是我大伯、大伯妈他们因为我流放，背后的势力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不是他，家族体系众多，确实说不清楚。都不是，连老爷子都能做清楚，那就奇怪了。所以爷爷让你趁着中秋抓紧回京一趟，一方面是认可你最近做出的成绩，一方面看看能不能引蛇出洞。好，这段时间的努力没有白费。爷爷说中秋当天出发就行，到时候人到得齐。可以，时间来得及。我先安排好工作，给我老婆打个电话。我这次去应该不会待太久吧？毕竟我还没有和唐芷嫣完婚，不好说，爷爷也没有明说。那就随机应变吧，毕竟能回去就不错了。走，阿宇，先回公司。我总感觉这次回京会出问题。来，芷嫣，这些呀都是妈妈亲手做的，好几个月没吃了，你看这都饿瘦了。妈，哪有那么夸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以后呀，可千万别再使小性子了。你看我跟你爸多担心呀。芷嫣啊，这次你回来呢，我和妈妈都很高兴啊。这只不过呢，爸，夏泽可不是我不带回来，而是人家少爷回京了，没时间。回京了，那不证明夏泽又重新获得了夏家的信任了吗？那不证明夏泽还是有实力的吗？有什么实力啊？他还不是靠什么？夏泽还没有实力啊！他用4个亿的资金收购了老字号的老黄埔，并且用短短1个月的时间，利用网络让老黄埔起死回生，火爆全国，那市值整整翻了10倍啊！别说咱们国内了，你放眼全球，那也没几个人有这种手段和眼光。等等，夏泽真是老黄埔的新老板？你不会连这个事儿都不知道吧？你这个未婚妻是怎么做的？未婚夫出这么大的事儿，你居然不知道啊？哎，好好说话，这孩子好不容易才回来。是这样啊，我认为呢，夏泽这个人非常不错，不是一般的人，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要错过这次机会，以后你肯定后悔。因为今天啊，夏泽还突然给我和你妈带了中秋节的礼物，那都相当精致了，送到我们心坎里了。我跟你说，特别饱了。哎，芷嫣，你还没吃呢。哎呀，你说你，这孩子难得回来，说什么呢？说，让他自己好好想想。喂，老婆，才分开多久就想我了？想你个头！你想干嘛？我咋了？送我爸妈那么昂贵的礼物，你想做什么？你这话说的，第一次给岳父岳母送礼物，当然得有点诚意了。你少给我打马虎眼，我们只是在演戏而已。你现在这么讨好我爸妈，讨得他们的欢心，1年以后可就不好收场了。那我们就假戏真做吧。你想得美，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亲爱的老婆，你真就这么讨厌我？话说我夏泽好歹也是相貌堂堂，还能自己赚钱，是多少女人心中的白马王子啊！哎，咋就被你这么嫌弃呢？你少自夸自擂了，别的不说，你就不是个好人。
我觉得我也不是坏人。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只要是你，我都不喜欢。喂，怎么不说话了？被我打击到了？你不是挺有自信的吗？我只是在想，你的自信又是从哪来的？你放心吧，都是演戏而已。1年以后我会主动提出解除婚约的，到时候我就对外说，你这人脾气臭，为人刻薄，缺乏情趣，还喜欢穿奇装异服，我娶鸡娶狗都不会娶你。混蛋，去死啊！行，我要登机了，挂了，拜拜。哎，等等，那个，你真的是老黄埔的新老板啊？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那对老黄埔的收购，还有起死回生的操作，都是夏家在背后帮你啊？如果我说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和夏家没有任何关系，你也不会相信的，对吧？我就知道你不会相信，你会觉得我在吹牛。既然如此，你又何必问我？有什么意义呢？我就是好奇，问一下怎么了？好吧，你就当是夏家在背后操纵好了。你瞧不起我，就继续瞧不起我好了，我无所谓。哎，你……不过1年之后，你会发现解除婚约的真正原因是你根本配不上我。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京城，我夏泽回来了。